开完季度大会，我想到公司今年市值翻倍，嘴角的弧度怎么都压不下去。这时，微信提示音突然响起，点进去一看，我妈竟然在家庭群里发了一张结婚证的照片，配偶栏信息显示吴浩，88年的，比我妈小了足足15岁。得知他要回老宅，我怕他会和外公吵起来，急忙让司机备车。我到的时候还是晚了，外公青白交加的脸色显然气得不轻。至于吴浩，乍一看小心翼翼，实则眼底藏着得意。看来我妈又在垃圾桶捡男人了。收回视线，我翻出降血压的药丸递给外公，您刚出院，不要生那么大气，身子要紧。他重重哼了一声，你先去问问他想干什么。我转过头，用眼神询问我妈。她理直气壮道，我和吴浩都领证了，举办婚礼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个消息仿佛一块巨石，把我人都砸傻了。不过我惊讶的并不是婚礼之事，而是我妈态度的转变。2年前，我爸为了和白月光在一起，不管不顾要和我妈离婚。我妈不同意，甚至表示可以接受3个人的关系。可是白月光不愿意呀。我爸没办法，偷偷和白月光跑了。他们运气不太好，在路上和一辆失控的大货车相撞，当场去世。我妈得知消息，不分场合痛哭流涕，还晕了几次。先前2女共侍一夫的言论，加上这是不时抽风的操作，害得明家持续2年都是圈子里茶余饭后的笑料。直到今年出了个更荒唐的，他才渐渐被大家淡忘。如果让他大办婚礼，大家肯定又要旧事重提。我斩钉截铁道，绝对不行。在我和外公的坚持下，我妈勉强让步，婚礼不办，但是家宴必须得办。我点点头，那就定在周6晚上吧。第2天，我照常上班，却发现公司来了位不速之客。我面无表情问道，找我干嘛？陈燕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目光满是谴责。你爸才走2年，你竟然连姑姑都不叫了，亏我以前对你那么好。我挑了挑眉，嘲讽如同决堤的洪水涌进眼底。小时候，他整天跑来我家要钱，还纵容表妹抢我的书和玩具。我妈这个恋爱脑被我爸迷得晕头转向，知道了不仅没有维护我，还训斥我小气。好在外公及时把我接走，我才没有留下心理阴影。去年，我在继承人的竞争中获胜，成为明氏集团的总裁。陈燕仗着姑姑的身份，想教我做事，我直接送了她破产大礼包。反正公司也是拿我的钱开起来的。从此他再也没有招惹过我，找我妈要钱都变成偷偷的了。现在又来这套，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了？我眼神一凛，他马上露出讨好的笑容，你这孩子气性真大，姑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而已，我不想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浪费时间，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很忙，给你2分钟说清楚来意。过时不候。陈燕笑容僵住，试探性道，听说你妈结婚了？我一边翻阅新项目的资料，一边回答，是啊，刚领的证。他凑过来，语气多了几分急切，你就没有意见？我停住手上的动作，抬起头，和我关系不大，我为什么要有意见？他愈发急切，声音变得尖锐起来，怎么会没有关系？如果他们生了儿子，明氏集团就要被抢走了。不如我们联手把那个男的赶走。我很无语，干脆喊来保安把他赶走。明氏集团的继承人可不是生个儿子就能抢走的。我嗤笑了声，继续工作。转眼间，周6到了，家宴是在老宅举办的。我到的时候，外公正在生闷气，看见我，他忙不迭掏出2块巧克力塞进我手里。我盯着巧克力失神。小时候，我因为爹不疼娘不爱，有段时间情绪特别低落，他每次都用这招哄我。想到这里，我露出灿烂无比的笑容。外公，我早就不是那个只会躲起来偷哭的小孩子了，您不用担心我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，眼里带着明晃晃的担忧。外公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，不用逞强。感动之余，我又有些无奈。可能这就是长辈觉得你在伤心吧。正当我想转移话题的时候，我妈挽着吴浩的胳膊缓缓走进客厅，2人穿得异常喜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今晚要办婚礼呢。腹诽之际，我妈冲我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我过去一趟。我们关系实属一般，她轻易不会找我，除非有事。我好奇她想做什么，就起身过去问道，妈，有事吗？她指着身旁的人，言简意赅道，喊爸。我抽了抽嘴角，没吱声。但凡是个有点眼力见的成年人，都知道我的沉默代表拒绝。
然而，我妈完全没有意识到。在我无声拒绝之际，她再次开口：“快点啊，吴浩适时出来打圆场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就别逼他了。”我妈撅起嘴，又心疼又感动：“老公，你总是这么善解人意。”眼看他们开始撒狗粮了，我没兴趣吃，说了句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谁曾想，他迅速拽住我的胳膊：“等等，我有事和你说。”他提了个要求：“你叔叔前段时间辞职了，你随便给他个经理做做就行。”我一整个无语住了。我爸还没嗝屁的时候，顶多只是要钱，从来不会沾染公司半分。这个新来的倒好，不仅要进公司，还想当经理。在我认真思考要不要送我妈去检查脑子的时候，他急不可耐地催促：“一个经理而已，你用得着考虑这么久吗？赶紧让人安排下去。”当了20多年母女，我深知她混不吝的性子，如果直接拒绝，她肯定要闹个不停。所以我没有把话说死，我去找外公商量一下。实际上，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只是现在时机未到，不能让他知道。人到其后，家宴正式开始，椅子还没坐热，就见我妈不停对我使眼色，让我趁着大家都在宣布消息。我别过脸，装作没有看见她眼睛眨到快要抽筋的模样，慢条斯理盛了一碗鸡汤递给外公。他急得喊了我的名字，明心。瞥见外公张嘴就要训斥我妈，我急忙摁住他。我是他从小带大的，默契自然超乎常人，不用眼神，他就能明白我的意思。外公咽回到了嘴边的话，其他人心下了然，齐齐沉默。主场留给我和我妈。我清了清嗓子：“妈，对于你想让吴叔叔来明市工作这事，我是打心底里支持的。”他脸色稍霁，算你这个女儿没有白生。我眼中闪过一抹晦暗，继续道：“但你也知道，明市是个讲究实力的地方。譬如明秋堂姐，她能当上副总，是她拿下欧洲市场换来的。还有我，之所以能成为明氏集团继承人，是因为我让一个子公司在3年内市值比起原先翻了30倍。”他皱起眉头，一脸不满，嚷嚷：“这是自家公司，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吗？”我笑眯眯回了句：“当然能啊，我可以给吴叔叔安排个轻松点的岗位，但还是基层员工。”两人齐刷刷变了脸色。相比之下，吴浩显然要比我妈能忍许多，不过他的怨念还是从眼里跑出来了。我在心里冷笑：什么东西，凭你也敢肖想明示？发现他们想用眼神交流，我故意打断：“妈，你和吴叔叔意下如何？”他撇撇嘴，眉眼间满是不屑：“基层员工没有前途。”算了，或许是着急商量对策，两人饭都没吃几口，就火急火燎离开老宅了。没了他们，饭桌上的氛围和谐不少。饭后，外公眉头紧皱：“欣欣，冲着你妈这个态度，明家刚捡起来的脸又要丢了。”我叹了口气，没办法，他脑子里只有谈恋爱那点破事。回到家，我马上找人调查吴浩。我倒要看看何方神圣胆子竟然这么肥。第二天，我带着新项目的合同前往一家粤式餐厅参加饭局。宋氏集团和我颇有渊源。几年前，我和二公子宋清月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，分开的原因和大家差不多，彼此步调不一致。我忙于事业，他却时时刻刻沉浸于这段感情中。刚开始，我还能看在他那张脸上挤出时间陪他胡闹。后来，继承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，我分身乏术。出于对彼此的负责，我提了分手。宋清月挽回无果，一气之下跑去国外开拓市场。思绪飘荡间，包厢门动了。我下意识看过去，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猝不及防映入眼帘。视线上移，竟然是宋清月那张祸国殃民的脸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尴尬笑道：“好久不见，宋先生。”宋清月直勾勾盯着我说：“明小姐比起以前瘦了许多，工作还是很忙。”我不想和她扯太多工作以外的事情，自顾自递了份合同过去。说完正是在叙旧吧，他的眼神陡然变得幽怨起来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。我不知道怎么接话，只能假笑应付。好在宋清月没再说什么，开始翻阅合同。这个项目涉及的范围很广，我以为他至少要看个10分钟，万万没想到，宋清月扫了2眼，就从包里掏出钢笔，准备签字。看在过往情分上，我好心提醒一句：“宋清月，你这样做生意会吃亏的。”他签完字，掀起眼皮：“放心，我在别人面前从来不会这样办上。”他又道：“听说阿姨又结婚了。”我点点头：“是啊。”这次眼光变得更差劲了。宋清月摆出倾听者的姿势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因为吐槽欲太过旺盛，我一时没忍住，竹筒倒豆子似的全说了。
末了，我有点不好意挠挠头，后悔自己嘴太快。正当我想说回正事的时候，他突然来了句：“我可以帮忙。”我想都没想就拒绝：“不用，我好歹是凭真本事坐上明氏集团总裁位置的，难道还解决不了一个跳梁小丑？”刚说完，微信提示音响起，5号的调查结果出来了。我点开那份文件，目光越往下越心惊。5号以前竟然是在夜场工作的，陪喝、陪玩、陪睡，简称3陪人员。众所周知，以色侍人的行业是吃青春饭的。他今年已经35岁了，加上这2年经济形势不好，迫切需要上岸。不过他也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，随便出去旅个游，就碰上我妈这样的恋爱脑。凭借女人堆里混出来的经验，他3下5除2就把我妈拿下。视线触及他下海至今陪过的客人上千个，我就忍不住皱起眉头。好脏啊，他不会有什么病吧？正当我想继续翻看的时候，宋清月来了句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内容太恶心，我不想说给其他人听，就随便敷衍过去了。吃完饭，宋清月突然试探：“明心，我送你回家吧。”我下意识拒绝：“不用，司机在外面等我呢。”他抿了抿唇，仿佛被人遗弃的小狗，声音里带着无法掩饰的难过。虽然我们分手了，但也还能做朋友吧。在不涉及原则问题上，我这人向来是吃软不吃硬。加上宋清月这张脸长得太合心意，我就心软了。于是我发消息给司机，让他自己回去。走出餐厅后，我戳戳身旁这人的小臂：“你家司机来了吗？”宋清月直接愣住，看起来是被这个惊喜砸傻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满脸兴奋道：“来了。”上了车，我感觉宋清月激动难耐的样子堪比二哈，忽然有点害怕他激动过头，把车拆了。为了尽快让他冷静下来，我不再给他眼神，闭上眼睛思索我妈和吴浩的事情，究竟怎么才能让他们分开呢？回到我家别墅外面，我下了车，发现宋清月没有要走的意思，我歪着脑袋不解道：“你不回家吗？”他指着隔壁那栋别墅说：“我家就在这儿。”我瞪大眼睛，好家伙，宋清月不声不响干了件大事啊！之前我还在纳闷，对方和我同一时间装修，却久久没有住进来，是不是忘了？现在想想，他不是忘了，而是专门在这等着我呢。我眯起眼睛，戳了2下他的胸口，问道：“老实交代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宋清月浑身肌肉一僵，声音带上些许颤抖：“上个月。”我哼了声，继续逼问：“那你2年前就买了这套房子，意欲何为？”他深吸了口气，眼神变得深邃起来，仿佛要把我的灵魂吸进去。“你是真不知道吗？”这下轮到我不知所措了。因为我妈恋爱脑，我对感情好像走上了另一个极端，可有可无，所以我才会在感情和事业中义无反顾选择后者。宋清月碰上我属实有点倒霉，我不知道如何回应，干脆顶锅盖逃跑。洗了个澡出来，我一打开微信就被我妈的消息轰炸了。我大概翻了一下，这几天她感觉下体不太舒服，刚才还发现长了淡红色丘疹，想让我陪她去医院做检查。想起吴浩以前的职业，我心里咯噔了一声，我妈不会是染上什么病了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劝她和吴浩离婚，成功率应该会大很多。一觉醒来，我和助理交代好上午的工作安排，就接我妈去医院了。自家医院，结果出来的很快。医生：“明女士，这个症状是感染 HPV 了，需要尽快进行治疗。”我对此并不意外。早在得知吴浩下过海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8成有病。然而，我妈不能接受自己感染了 HPV 这件事，拍着桌子大声嚷嚷，肯定是检查结果出了问题。我一向注意个人卫生，又没有和别人乱搞，医生显然见惯了类似场面，面上毫无波澜。“您没有，不代表您的伴侣没有。”他喊得更大声了。“不可能，我老公一向洁身自好。”我冲医生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先出去。他心领神会，还不忘帮我们关上门。办公室里剩下我们2个人，我就用这里的电脑打印出吴浩过往的资料。在我妈疑惑不已的目光中，我把资料过去：“你先看吧。”他看了2页，如我所料，出现了愤怒。可他愤怒的对象并不是吴浩，而是我这个女儿。下一秒，他撕碎了全部资料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为了让我们离婚，编造出这样的东西来污蔑他，你真是太恶毒了。”果然，我不应该对他抱有半分期望。我面无表情看着他，想知道他还会说什么。
你这么处心积虑，不就是担心我再生个孩子和你抢名士吗？果然在老爷子身边待久了，就会变得冷血无情，眼睛里只有钱。你们不知道钱是身外之物吗？他骂我骂得再难听，我都能左耳进右耳出。但他骂外公，我是真的忍不了了。我抱胸冷笑，既然你觉得钱不重要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要再问我要零花钱了。我妈脸色骤变，但她还是嘴硬道，不要就不要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行，这次我倒要看看，从小锦衣玉食养大的大小姐，没了钱后会怎么样？停掉零花钱后，我就交代助理，派几个人过去跟着我妈。助理点点头，干活去了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望着远处的高楼大厦，思绪一点点飘远。根据我对我妈的了解，她既没有任何工作技能，又拉不下脸去干体力活，平时花钱还大手大脚的，一个月800万零花钱都不够。没了钱，她顶多只能撑10天。然而这次我失算了，为了彰显骨气，她特意搬出常住的那套别墅，和吴昊搬去老旧小区，那里连电梯都没有，路灯也是坏的，晚上一闪一闪，异常吓人。不过我妈还真就坚持下去了。越是这样，我越是坚定要让她和吴昊离婚，因为吴昊对她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。任由事态发展下去，我甚至怀疑吴昊哪天杀了人，我妈都会给他背锅。过了几天，我妈依旧没有服软，陈燕倒先找上门来了。自从他家公司破产后，他干脆不折腾了，仗着小姑子这个身份，隔三差五问我妈要钱。现在我妈没钱了，她失去经济来源，找我8成是为了这事。如我所料，陈燕先是露出谄媚的笑容，再是搓搓手道：“姑姑没钱花了，你给点呗。以前我妈愿意给她，我管不着，但她要到我面前来了，我是10000个不愿意。有这闲钱，我拿去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，不好吗？”瞥见她又要开口，我干脆抢先道：“没有，你一个40好几的人了，没钱不会自己挣吗？”被我直截了当拒绝。陈燕急了，开始道德绑架：“你这么有钱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姑姑一家饿死吗？我直接揭开那层遮羞布，你少出去打点牌，表妹少买几个包包，肯定不会饿死。”发现这招没用，他顿了顿，换成另一个招数，装可怜。我就这么看着，一声不吭。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我这姑姑表演天赋那么高呢？不去演艺圈发展，真是埋没人才啊！暗暗吐槽之际，灵光忽然闪过我的脑海。很快，一个如何除掉吴昊的计划形成。等到陈燕表演完了，我慢悠悠开口：“我不会给你钱的。至于我妈给不给，我懒得管。”末了，我又装作不经意间提起：“我妈现在应该还有点钱，再过10天半个月就不好说了。”众所周知，我妈愿意给钱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。如果她对我爸没了情分，陈燕这个小姑子可就名存实亡喽。看见陈燕脸色骤变，显然是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。看见她火急火燎往外走，我满意的笑了。接下来我就可以坐等狗咬狗的好戏开场了。果然，陈燕没有让我失望。当天下午，跟着我妈的人就来汇报，她凭借一番声泪俱下的表演，成功打动我妈。就这样，她住进我妈和吴昊租的房子里。为了能让我吃到现场瓜，几个保镖还机灵地录下视频。看见吴昊脸色难看的像是吃了苍蝇，我心情大好。过了2天，宋清月发来消息，说是合作事项还有几条需要完善。现在正好又是饭点，不如一起出去吃个晚饭。我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，自然瞧出了他暗戳戳的心思。不过我没有戳穿他。这个新项目对于明氏集团来说意义重大，别说是去吃晚饭了，就算凌晨3点出去吃宵夜都行。去到餐厅，我发现宋清月今天特意打扮过了，比起上次剪裁得体的西装，这次明显多了几分勾人的意味。看见我，她递了一束花过来，粉色洋桔梗，花语是永恒的爱。我忽然有点不敢接，宋清月仿佛和我杠上了，就这么举着花。僵持片刻，我长叹了口气，决定不再逃避感情这个话题，和她说清楚：宋清月，我家最近正值多事之秋，就算我们复合，结局也会和从前一样，就别折腾了。她语气无比坚定回道：一辈子那么长，我可以等你有时间。我妈了，太阳穴突突直跳。了几下，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，要不就顺其自然吧。我想通之后，整个人顿时轻松不少。
接下来，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商议需要完善的合作事项。所有事项敲定下来，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。回到家，我想着这2天忙着工作，都没怎么关注我妈那边的动静，就发消息问了保镖，那边发了几个视频过来。昨天晚上，陈燕和吴浩在走廊大吵一架，双方还动了手。起因是陈燕出去打牌输了10几万，他没钱给，别人就追到家里。他知道我妈还有点钱，想让我妈帮忙。吴浩不乐意了，在一旁阴阳怪气。我妈对他正式上头的时候就犹豫了。陈燕大怒，指着吴浩的鼻子大骂软饭男之类的。能在夜场混到这个年纪，吴浩也不是吃素的。他没有和陈燕起正面冲突，而是抱着我妈茶言茶语，明里暗里表示陈燕靠着死去的哥哥吸血。陈燕彻底炸了，动起了手。一边是有20多年感情基础的旧爱妹妹，一边是正在兴头上的新欢，我妈左右为难。这还没几天，人就憔悴不少，脸有点受脱相的趋势。我以为这场狗咬狗的好戏能持续到分出胜负来，万万没想到，我妈不知道怎么选，就把矛头指向了我。看着大清早就跑来我家撒野的人，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我妈看见了，气得就要冲过来打我。然而，我今年28岁，已经不是被人欺负却无力反抗的小女孩。她还没碰到我的脸，我就一把拽住她的胳膊，面无表情说了句：“妈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沉不住气，打不到我。”她就骂骂咧咧：“你现在反了是不是？”竟然敢和我动手，我知道她胡搅蛮缠有一套，所以我不和她吵。深呼吸，压下堵在心口那股郁气，我直接问道：“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”我妈挺直腰板：“我没钱了，给我打钱。”我嗤笑了声，故意拿她说过的话堵她嘴。在医院的时候，你不是说过不要零花钱吗？她高昂着脑袋，理所当然回了句：“我说过又怎样？明家的100年基业有我一份，这都是我应得的，不用问。”这话肯定是吴浩教的，否则单凭我妈的脑子，她说不出这样的话来。我撇撇嘴，毫不犹豫拒绝她的要求。覆水难收，是你自己说了不要零花钱的。她听完就炸了，态度仿佛在对待敌人而不是亲生女儿。明心，你真的太恶毒了，翻来覆去都是这几句话，我不想再听了。有这时间拿去挣钱不香吗？甩开他的胳膊后，我贴心地给出2个选择，你自己走，还是我让人请你走？他咬咬牙，声音里满是怨恨：“明心，你给我等着，如果只是他一个人，我根本不会把这句话放在心上。但是现在多了吴浩这个变量。”第2天，我妈的报复没来，外公出事的消息先来了。我马上过去，挂掉电话，我顾不上交代工作，穿上外套就冲出办公室，火急火燎赶到老宅。我看见他老人家好好的，唯独额头有些小擦伤，悬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放下了。因为前后情绪起伏太大，我没绷住，眼泪掉了下来。外公冲我招招手，慈爱的眼神里满是疼惜：“乖乖，怎么掉金痘痘了？”我顺势坐到他的身边，心有余悸回道：“还不是被您吓的。”他拍拍我的手背：“放心，外公这条命硬着呢。”心绪平复下来，我问起今天发生的意外。好端端的，您怎么会出车祸呢？要知道，他常用的车每天都有专人交叉检查，而他的专属司机驾车技术更是万里挑一。说起这事，他周身的气压低到极点。今天坐的那辆车被人动了手脚，好在老李心思敏锐，早早发现了不对劲。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，唯独没想到真相会是这样。因为老宅这边全是用了很多年的老人，这就说明能够接触到他们的，肯定和明家关系匪浅。一个大胆的猜测从我脑子里蹦出来，幕后之人会不会是旁支那几位叔伯？外公端起茶杯吹了吹，抛出问题考我：“你觉得谁的可能性最大？”我想了想，上次外公心梗进医院，5堂叔跳得最欢，但他这人藏不住事，应该不是。至于在一旁煽风点火的3堂叔和6堂叔，就更不可能了。他俩从来只会捡漏，根本没有胆子干坏事。倒是2堂叔，整天笑呵呵的，笑意却从没达到眼底。我心里有了目标人选，就给外公比了个2。他笑了笑，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。话锋一转，我刚让人把我车祸重伤的消息放出去，公司那边你多盯着点。我应了声好，开始期待能在这场浑水中钓起的鱼。外公昏迷不醒的消息一经传出，马上有人按捺不住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我妈竟然是第一个跳出来的。她带着几个人闯进我的办公室，
气势汹汹放话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在老爷子出事后，我才是第一继承人。我好奇知道他还有什么后招，故意刺激他，这个位置早就定下来了。你说这话晚了，他一脸不屑，只要老爷子没留下遗嘱，就不作数。末了，他用施舍的眼神看向我，看在母女一场的份上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明氏集团总裁这个位置，你给还是不给？我微微一笑，不给，有本事你就来抢。他狠狠咬住后槽牙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指着我说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行。收到法院传票后，我气笑了，我妈竟然一纸诉状把我告上了法庭，这让我忍不住心生怀疑，我真是我妈亲生的吗？要不找时间去做个亲子鉴定吧。没过多久，助理匆匆忙忙跑进办公室，明总，明女士在媒体面前声称，您之所以能当上明氏集团总裁，是因为哄骗了老爷子，才挤掉他第一继承人的位置。现在网上炸开锅了，大家都在骂您，察觉到他的担忧。我不以为意，摆摆手，我不要紧，主要是舆论有没有对集团造成影响。助理，股票跌了不少，股东正在群里议论纷纷。正当我在思考下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，外公发来消息，说他已经查到幕后之人。我挑了挑眉，安排下去，明天下午2点召开股东大会。助理刚走，二堂叔就来了，他还是笑眯眯的样子，任谁看了都不好给他摆脸色，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嘛。我敛住思绪，有样学样挤出一个假笑，二堂叔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他径自坐在沙发上，我这次是来当说客的，我想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，就放下工作，坐去他的对面，一边倒茶一边问，说客？他点点头，开始苦口婆心劝道，是啊，你和你妈是至亲骨肉，没必要闹到对簿公堂吧。我歪着脑袋，佯装不解，是他把我告上法院的，你应该去劝他才对呀。二堂叔笑容一僵，显然他没想到我会来这招，对付心眼子多的人，直来直往果然是必杀技。不过他脸上的笑容很快恢复过来，继续道，他不用劝，你服个软好了，母女没有隔夜仇。听到这里，我已经知道他的目的，就不再兜圈子。您这是想让我主动让出明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？他下意识否认，我没这意思。我反问，那你什么意思？他圆不回来，就看了一眼时间说，我忽然想到还有点事要处理，先走了。看着那道匆匆离去的背影，我嗤笑了声，就这点本事也敢跑来试探我，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。回到电脑前，我正想继续处理工作，就被宋清月发来的消息打断思路。他发了一份文件给我，附言，虽然你不让帮忙，但我忍不住，我点开那份文件，不得不说，宋清月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。他竟然把吴昊接过的客人都查到了，还列在表格上，有个人还做了重点标记。定睛一看，吴昊竟然和二堂叔一个远房表妹关系匪浅，这就意味着他和我妈那场相遇并非偶然，而是二堂叔蓄意安排。事情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第二天，我妈、吴昊、几位堂叔以及其他股东齐聚会议室。为了明氏集团总裁这个位置，我妈把我告上法庭，还接受媒体专访。不用我说，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。本着速战速决的原则，我直接进入到举手表决环节。其他股东纷纷选我，理由是过去几年在我的带领下，分红翻了好几倍。几位堂叔和他们相反，一个个都把票投给我妈，美其名曰我妈才是集团的第一继承人。我知道他们是觉得外公不行了，就不再掩饰自己的狼子野心，扶持我妈这个蠢货上位，他们就可以瓜分明氏集团。我啧了声，视线挨个扫过去，不紧不慢问道，你们确定不改了？几个堂叔异口同声回答，确定。我用指节轻轻扣了2下桌面，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听到这话，除了二堂叔表情没什么变化，其他堂叔都面露嘲讽，他们好像在说，都什么时候还玩这套没用的呢？我给助理使了个眼色。很快，外公就拄着拐杖走进会议室，我还没死，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了？外公坐下后，锐利的目光扫过众人，我妈他们都在瑟瑟发抖。扫了一圈，外公收回视线，专门盯着我妈一个人发问，趁我不在，你伙同其他人一起和欣欣抢明氏集团，不仅起诉她，还在媒体面前抹黑她，你就是这么当母亲的？自从退居2线，外公已经很久没有发这么大火。这一连串质问直接把我妈吓哭了。外公用力拍了下桌子，你还有脸哭？我妈吓得收回眼泪，颤颤巍巍开口，是他先把我的零花钱停掉，
我才会这样的。外公冷哼，我了解欣欣，他会这么做肯定事出有因。我妈不敢吱声，估计是发现自己无论说什么都会被骂了。用眼神警告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后，外公带我回了办公室。想到他已经查出幕后之人，我硬生生等到助理关上门，才问道：外公，买通那天检查人员的是谁？外公缓缓吐出2个字：吴浩。我不赞同的摇摇头，他不是主谋，想要买通老宅那边的人需要很多钱，吴浩下海人员肯定没有那么多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吴浩真能付得起这笔巨款，他也没有那天检查人员的名单。沿着这条线索推测，说不准我那个恋爱脑的妈参与其中了。我的心情瞬间变得沉重起来。外公肯定也想到了，不过他看起来似乎没有受到影响，还在继续之前的话题，所以我才没有报警抓他。考虑到外公这2年身体不太好，我主动请缨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，您好好歇着。外公连声应道：好好好。接下来我继续工作，外公则是录了一段视频放到官博上。大家好，我是明氏集团创始人明辉。关于继承人这事，集团上下从始至终都只承认明心一个，而我的不孝女早在20年前就放弃竞争资格，不存在明心抢了她位置的说法。鉴于她的种种行为让我寒心，即日起我和她正式断绝父女关系。不得不说，外公虽然年纪大，但他还是很能跟上时代的。比如这波舆论战，他就玩得相当好，说一半留一半，引导网友去扒，翻出我妈做过的那些荒唐事，大家纷纷对我产生怜爱，摇身一变成了我的互联网爸妈。至于我妈，则被大家换着花样吐槽。吃饭的时候，我纠结半天，还是决定问问外公：你真的要和我妈断绝父女关系吗？外公毫不犹豫道：是啊，自从他和那个吴浩结婚，他越来越荒唐了。根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这事估计还有的闹呢。感慨过后，我给助理发了条消息，让他安排人手调查二堂叔。事态发展和我预想的差不多，外公单方面断绝关系的消息传出去，我妈就跑到老宅来了。目光相接，她瑟缩了一下，欲语泪先流。讲真，我妈的演技有点拙劣，真不知道给她出谋划策那人是怎么想的，有心思搞这套，还不如先教她好好说话呢。外公在商场沉浮几十年，眼光远比我要毒辣得多，我能察觉到的，他自然也能，所以他声音里满是嫌弃。就你那点演技，还是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我妈哭泣的动作一顿，本以为他会就此破防撒泼，谁曾想他竟然硬生生忍住了，继续哭了起来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家在办丧事呢。我和外公对视了一眼，他杵了杵拐杖喝道：再哭就滚出去。我妈不为所动，还是在那哭个不停。这招放在以前可谓是无往不利，然而我妈这次要失望。佣人收到外公的眼神示意，马上走过来，一左一右架着我妈就往外拖。他愣了几秒，回过神立马挣扎大喊：老爷子，你今天把事情做绝，就不怕等你死了没人祭拜吗？外公冷哼：不怕，我有信心。他阴恻恻瞪了我一眼，梗着脖子吼道：你会后悔的。赶走他后，外公马不停蹄吩咐下去：既然他都说我做绝了，那就把他名下所有资产全部收回来，每张银行卡都冻结。人果然不能作死。要是我妈不跑来老宅闹，外公还会看在父女一场的情分上睁只眼闭只眼。现在好了，全都被他自己做没了。几天后，我妈没来找我，吴浩倒是先找到公司来了。我好奇他的目的，就让助理放他进来。碰了面，我什么都没说，静静等待他的表演。吴浩心怀鬼胎，自然没有我能沉得住气。不过2分钟，他就战术性咳了2声，试图套近乎：欣欣，我和你妈结婚那么久，一直没找着机会和你聊聊天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我没搭腔，请叫我明小姐。吴浩表情僵住，握住杯子的手因为用力过度而指节泛白。对于他的心理变化，我没兴趣也不关心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指尖轻点桌面下发通牒：3分钟，说清楚你的来意，不然就走人。吴浩收起笑容，摆出一副长辈的姿态说：明小姐，若雪无论如何都是你的母亲，你就这样看着她和明老爷子断绝关系，心里难道不会愧疚不安吗？我耸耸肩：不会，毕竟这不是我造成的，道德绑架不成功，他就换了另一种方式卖惨，诉说我妈这几天有多不容易。
说了半天，他发现我表情都不带变的，破防了。明小姐，你没有新的吗？我冷笑了声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吧？凌风先生，凌风是他下海那会儿用的艺名，直到攀上我妈这根高枝，他才用回身份证上的名字。吴昊脸色骤变，表情肉眼可见的慌乱起来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正要扯下他的遮羞布，他就夺门而出，差点撞上过来汇报工作的人。下了班，宋清月一如既往约我出去吃饭，想到已经拒绝过好几次，再拒绝有点不太好，我就答应了。去到火锅店，我发现他点了个特辣的锅底，不禁有些惊讶。你不是吃不了辣吗？宋清月信心满满答道。你喜欢，我就可以。吃了2口，我看见他被辣到嘴唇微肿，眼睛里泛起生理性泪水，哭笑不得说了句：大哥，吃个饭而已，没必要这么拼吧。他辣的已经没办法说话，只能不停往嘴里灌冰水，因为喝得太猛，有些水从唇角溢出来，沿着光洁的下巴慢慢流下。随着他吞咽的动作，滚动的喉结本就有些勾人，添了一层水光后，更是多了性感的味道。这让我不由自主想起曾经那些不可描述的画面，意识到这样不太好，我赶紧助恼。宋清月喝了整整1壶冰水，总算是缓过来了。在我的眼神警告下，他乖乖吃起了清汤锅里的菜。饭后，我摸着自己鼓起来的肚子，好撑啊。宋清月提议出去走走，我想了想，今天的工作都处理完了，放松一下也好。正当我要点头的时候，手机忽然响了，看到号码是派去我妈那边的人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不祥的预感直接袭上脑海。回过神，我急忙接起来问道：我妈是不是出事了？那边迟疑了几秒，她不见了。什么叫不见了？你们不是一直跟着她吗？抱歉，今天吴昊身边莫名多了10几个人，个个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没能拦住。听到这里，我就知道其中肯定有二堂叔的手笔，否则单凭吴昊根本找不到这些人。叮嘱他们赶紧去查后，我挂断电话，皱着眉头思索对策。虽然我和我妈关系一般，但她再不济也给了我一条生命，光是冲着这一点，我也没办法袖手旁观。这时，手机里突然蹦出一条短信，还是个陌生号码。明早8点之前转账2亿到这个卡号，如果你敢报警，我就让你妈死无全尸。我知道这是吴昊发来的，为了稳住他，我迅速回了句好，同时我找了相关人员定位这个号码的位置，结果对方告知我这是个虚拟号码，服务器在国外，没办法定位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加大人手寻找我妈的踪迹。这么点时间，吴昊肯定还没跑去其他城市，8成在郊外哪个废弃工厂待着呢。然而保镖翻遍周围仓库，一无所获。我没办法，只能让他们扩大范围，开启地毯式寻找。几个小时过后，他们都要把整座城市翻过来了，还是什么都没找到。我不停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仿佛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团团转。宋清月强行把我摁在沙发上，递了一杯水过来，劝道：欣欣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着急也没用，不如坐下来歇会儿，否则阿姨还没救回来，你就先倒下了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努力控制住不断涌出的恐慌。你说的对，此时距离约定好的时间仅剩40几分钟，我担心吴昊狗急跳墙，只能先从自己账上转钱过去。直觉告诉我，他不会就此收手。果然，那个号码很快又发了新短信过来：2天，想让你妈平安回去，再转20亿，要美金。这么大一笔钱，我需要花点时间才能筹够，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行，我就多给你1天时间，但我劝你别搞什么小动作，你妈还在我手上呢，1个晚上没睡，又费尽心思周旋，我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。可是现在这种情况，让我去睡也睡不着。我仔细想了想，第2笔赎金应该是二堂叔要的。上次车祸的事情就像一把刀悬在他的头上，他肯定很担心会被外公查出来。没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想拿着这20亿，带着全家跑到国外去。虽然心里清楚怎么回事，但是我妈还在他们手上，知道也无济于事。实不相瞒，我有想过报警来着，可我想到二堂叔有个亲戚在警察局工作，我怕会走漏风声，只能作罢。在我愁得一个头2个大的时候，助理领了个人进来，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肿得都要看不出本来面目了。
端详了几眼，我凭借出色的记忆力认出他是我妈家里的佣人。注意到他身上也没有一块好地方，我倒吸一口凉气。王婶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了？